我一直不敢盯着纸扎店门口那些东西看，因为有些纸人，你看他一眼，他就会开始认你。更麻烦的是，他认得路，也认得你住哪。不要看纸扎人的眼睛，他认得你住哪。我第一次注意到那间纸扎店是在地铁站旁边那条老街。那条街白天很吵，便利商店的门铃、手摇饮店的叫号声、机车从路边擦过的声音，全挤在一起，只有那间纸扎店永远很安静。招牌很旧，门口挂着一串褪色的小灯，像它根本不需要招揽客人。我不是特别迷信的人，但我也不是那种什么都敢碰的铁齿。我一直有个习惯，路过纸扎店不会盯着看，更不会跟纸人纸马的眼睛对上，因为你一旦对上，脑子就会自己补出不该补的东西。那天下班经过那间店时，我看见门口多了2个纸扎人，一男一女，穿得很整齐，站得很正，像刚被摆好。他们不是那种粗糙的纸人，脸上有阴影，有鼻梁，有嘴角，甚至睫毛都画得很细。最可怕的是眼睛，眼白用灰色晕过，看起来不像空洞，像真的有眼珠藏在里面。我本来想低头直接走过去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看了一眼，只是一眼。我很快移开视线，心里还笑自己，看一下又不会怎样。可走过去后，我背后突然有种很轻的被盯着感，不是很强烈的恐惧，更像皮肤被一束冷光照到。我停了一下，觉得自己神经，继续往前走。回家后一切正常，洗澡、吃饭、滑手机，可躺下准备睡时，我脑子突然又跳回那对纸扎人。他们站在店门口，一男一女，灰灰的眼睛，像在等人叫他们进去。我翻身把自己骂醒，不要想，只是太累。隔天我又走那条路，不是刻意，只是顺路。我不想看那间店，可人越不想看，眼角余光越会自己去抓。那对纸扎人还在，但位置跟昨天不一样，昨天他们面向街口，今天他们的头微微偏向外侧，像在看走过的人，而且站得更靠外，靠近人行道。近到我走过去时，觉得他们的影子碰到了我的鞋。我加快脚步，不看，不想，可是经过那一瞬间，那种皮肤被盯着的刺又来了。第3天，他们又变了，这次更明显，其中一个纸人的手不再垂着，手指微微往前伸，像在指方向，而那个方向刚好是我每天回家的路。我站在远处看了1秒，心脏突然跳快，我立刻走进旁边便利店，假装买水。我在冷藏柜前站了很久，等自己平静。再出去时，我故意绕远路回家。可那晚睡前，手机突然跳出地图推送，说我常走的路段施工，建议改走老街那段。我盯着那条建议路线，整个人冷了一下。因为那条线刚好从纸扎店门口擦过去，而且比平常更靠近店门。我告诉自己，只是巧合，不要把巧合变成故事。你越把巧合变成故事，越容易把自己套进去。第4天，我硬逼自己走原路，我不想被一间纸扎店左右。走到那段路时，我几乎不抬头。可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很轻的指声，沙，指一下，像薄纸被风掀了一角。我本能停住，抬头那一刻，我看见其中一个纸扎人的头发边缘有一小撮纸条翘了起来，像头发被风拨动。那个动作太像人，太像有人呼吸时发尾会轻轻动一下。我手心开始出汗，低头快步走过去。那天晚上，我回家一开门，就看见门口的店上多了一张小红纸，很小，像掉落的广告纸。我以为是邻居乱丢，捡起来想丢掉。可下一秒，我看见上面写着我的门牌号，不是手写，像印上去的，字很干净，干净到像早就准备好。我背脊瞬间麻掉，那张红纸很像纸扎店会用的东西，像贴在纸人身上的名牌，像写着要送去谁家。我把红纸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，又洗了很久的手，像要把那股纸的触感洗掉。那晚我做梦，梦里我站在纸扎店门口，
门口那对纸人不见了。店里很黑，只有深处亮着一盏小灯，灯下面站着很多纸人，他们全都朝门口看，像在等我进去。醒来后，我开始刻意避开那条老街，宁愿多搭一站地铁，宁愿多花钱，也不要再经过。但有些东西不是你不看就不存在，你不看，它只会换地方出现。有天下午，我去倒垃圾，社区垃圾间旁边有一面玻璃窗，我丢完垃圾转身时，在玻璃反射里看见走廊尽头站着一个白色人影，很直很薄，像穿着很硬的衣服。我吓得回头，走廊没有人，可我在看玻璃反射，那个轮廓又出现了，站在同一个位置，不像人，更像纸。我不敢再看，抓着手机冲回家。我终于开始怀疑，那对纸扎人是不是不止站在店门口，他们是不是已经记住我，记住我那一眼，也记住我回家的方向。可我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怕，我只觉得这件事太烦，太不合理。我想把它结束，所以某天傍晚，我故意走回老街，我想确认那对纸扎人还在不在，如果还在，就证明那些都是我自己吓自己，如果不在，我也能说服自己，一切只是巧合。我走到店前，店门半掩着，里面传来剪纸的声音，咔咔，很慢很稳，像有人正在做一件很熟的工作。门口那对纸扎人不见了。我应该松一口气，可我没有，因为门口地上有2排新脚印，很干净，像刚踩过灰，脚印很平，没有斜纹，像纸底贴着地面，一步一步拖过去，而脚印的方向不是往店里，是往街口，往我住的那个方向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懂了，这几天我一直躲，一直绕，一直假装没事，可他们不是在等我回头，他们是在跟着我走。我转身就走，越走越快，不敢回头，我只想回到家，把门锁好，把灯全开，把自己塞进一个有光的地方。那晚，我把窗帘拉紧，玄关灯也开着，我坐在床上，一直等时间过。大概晚上10点多，门铃突然响了，叮咚，很短，很干净，像有人用指尖轻轻按了一下。我全身瞬间僵住，第一个反应是快递，第二个反应是邻居，第三个反应才让我手心发冷。门铃又响了一次，叮咚，同样的间隔，同样的力道，像在提醒我，他很有耐心。我不敢出声，也不敢问是谁，我慢慢走到门口，每一步都很轻，怕地板声让外面知道我靠近。我把眼睛贴上猫眼，走廊灯很暗，只有一盏感应灯亮着，光线打在门口的位置。我看见门外站着一个纸扎人，他站得很直，衣服硬得没有一点皱褶，脸白白的，眼睛灰灰的，那张脸离猫眼很近，近到整个视野只剩他的眼睛，我甚至看得见纸的纤维，像皮肤裂开的细线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也在看猫眼，像他知道我会看，像他一直在等我，把眼睛凑上去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身体自己往后退，腿软得像踩空，我想尖叫，声音却卡在喉咙。下一秒，我听见很轻的一声，咔，不是门铃，是门锁，像有人用很熟练的方式从外面转开了门。我昏过去前，最后看到的是门缝慢慢被推开，一片白色的纸边从黑暗里挤进来，像有人把自己折得很薄，薄到刚好能从门缝里进来。而那双灰灰的眼睛还在看着我，像终于确认了，这就是他要送到的地方。